哎，各位朋友，大家好啦！今天要来聊聊马来西亚那些你以为知道，其实根本没听过的超有趣秘密。马来西亚这个热带天堂，不止美食多、风景美，还有一堆隐藏版的事实等着我们来挖宝。准备好了吗？记得订阅加点赞。这里也祝马来西亚的观众国庆日快乐！来了，我们出发到马来西亚这个奇妙国度吧。第15名，马来西亚国歌。你知道吗？ Negaraku 的旋律其实是从一首法国老歌 La Rose 里偷师来的。这首歌是19世纪的法国小调，浪漫的像巴黎街头的手风琴，原本可能只是酒馆里哼哼的小曲，结果命运的齿轮一转，它漂洋过海来到马来西亚，变成霹雳州的州歌。对，你没听错，马来西亚国歌原本是霹雳州的州歌啦。是不是像个法国背包客不小心闯进大马，意外成了大明星？这旋律超洗脑，难怪被挑中。在1956年，马来西亚还没独立时，霹雳州的苏丹已经先看上这旋律，把它当州歌用，就像某村里的神曲突然被市长钦点。霹雳州这波操作超有眼光。后来国家要选国歌，东姑阿都拉曼他们开会试了好多首，最后觉得，这首霹雳州的歌不错，旋律够气派。于是乎，这首乡下州歌直接升级，摇身一变成国歌，估计霹雳州人偷笑。我们早就知道它会红。到了1957年8月31日，马来西亚独立那天 ，Negaraku 正式成为国歌，象征国家团结。它的歌词讲的是忠诚、爱国，旋律又庄严又好记，每次唱都让人热血沸腾。不过你想想，这首歌从法国小调到霹雳州，再到全国国歌，是不是有点像音乐界的灰姑娘？下次听国歌时，脑补一下她从酒馆到国家舞台的逆袭，超有画面感。Negaraku 这名字在马来语是我的国家的意思，超有归属感。但因为它源自 La Rose 里，你们想想，这国歌是不是该付法国版权费啊？开玩笑啦。不过这跨国改编的故事真的让马来西亚国歌多了一层国际范，够酷吧？第14名，令吉的秘密。你有没有想过，马来西亚的钱为啥叫令吉呢？其实呀，它来自马来语 Bergerigi， 意思是锯齿状的物体。因为以前马来西亚用西班牙银币当货币，那些银币边边有锯齿状设计，像个小齿轮，超有个性。这名字一听就让人觉得钱包里装的不是钞票，是个有脾气的战士。在16世纪，西班牙银币可是东南亚的硬通货，风靡到不行。这些银币边边有齿，防伪又好看，传到马来半岛后，大家超爱用。结果这锯齿状的物体特色被当地人记住，慢慢演变成 Ringgit 这名字。想象一下，西班牙银币到了大马直接被封神，还留下令吉这响亮名号。到了1967年，马来西亚正式把令吉定为官方货币，取代之前的马来亚元。这名字不仅保留了历史，还让货币听起来超有态度。现在你去大马，无论是买杯 Kopi Bang 还是逛夜市，手里的令吉都在跟你低语，我可是有齿的贵族出身哦。是不是觉得花钱都更有仪式感了？现在知道了吧？令吉不只是钱，它是个有齿牙的历史传奇。从西班牙银币到现代钞票，这名字背后藏着跨国冒险故事。下次去大马花钱，记得摸摸钞票边边，假装感受一下它的咬合力吧。第13名，放假界的冠军。你知道吗？马来西亚人根本是放假界的金牌选手，一年有58个公共假期，平均每周都能偷懒一天，全国法定公共假期就有15个。这数字直接让马来西亚挤进全球最多假期的国家前几名，简直是上班族的梦幻天堂。想象你翻日历，看到满满的红字休假日，感觉人生都开挂了。这些假期啥都有，开斋节、屠妖节、卫塞节、春节，还有国庆日，各种文化节日混搭，像个五彩缤纷的假期自助餐。因为大马是多元文化国家，马来人、华人、印度人、原住民的节日全包，政府超大方，直接让大家放假庆祝。这让其他国家的人看了都羡慕到流口水。啥？你们又放假了？更夸张的是，有些假期还会连假加码。
比如开斋节或春节，假期可能拉长到5天或7天，全国人民直接进入吃喝玩乐模式，老板只能无奈叹气：好啦，你们去玩吧，我先去算加班费。这放假频率简直让大马人练就了随时打包去旅行的神技。所以啦，下次去马来西亚记得查查假期表，说不定你刚好撞上个大节庆，能吃到免费的椰浆饭或参加街头狂欢。这放假冠军的称号，大马可是实至名归，羡慕不？第12名，彭亨国家公园。你知道吗？彭亨国家公园占地4343平方公里，相当于8个新加坡叠在一起。这地方大到像个绿色宇宙，藏着地球上最古老的热带雨林，年纪有1亿3千万岁，比恐龙还老。这公园就像大自然的超级老前辈，站在那里对你说：小伙子，我可是白垩纪的 OG 了。这国家公园横跨彭亨、吉兰丹、登嘉楼3州，其中彭亨占最大块，有2477平方公里，里面有参天古树、飞瀑流泉，还有野生动物像马来虎、亚洲象跑来跑去，生态丰富到像开了动物派对。公园总部附近还有隐藏观察点，晚上效果更棒，感觉像在拍侏罗纪公园。更酷的是，公园里有吊桥、洞穴探险、急流泛舟等活动，超适合爱刺激的你。不过森林超密，路不好走，保护的超好，污染几乎零，就像大自然设了个 VIP 区，面积这么大，连新加坡看了都自叹不如。我们整个国家都没你一个公园大。下次去大马，记得去彭亨国家公园朝圣，感受一下比亚马逊还老的雨林魅力，带上防蚊液和勇气，准备被大自然的美震到说不出话。这地方不只是公园，简直是地球的绿色宝库，等你来解锁。第11名，幸运洞。沙拉越的母鲁国家公园藏着个超级大洞室，幸运洞 Sarawak Chamber， 大到能塞下40架波音747飞机或5个伦敦圣保罗大教堂。这洞长600米，宽400米，高100米，面积比10个足球场还大，曾经是世界最大洞室。虽然现在被越南的韩松洞抢了冠军，但这家伙还是大到夸张。进去探险就像误闯外星飞船基地。母鲁国家公园在1974年发现，占地528.64平方公里，2000年被 UNESCO 列为世界自然遗产，里面有全球最壮观的喀斯特地形和洞穴系统。幸运洞发现于1980年，探险队花了好几小时才走完，里面黑漆漆，蝙蝠飞来飞去，感觉像在拍印第安纳琼斯。洞里还有地底河流和奇形怪状的钟乳石，超像外星人雕塑园。更扯的是，这栋大道回音能持续好几秒，你喊一句喂，有人吗？可能要等上1秒回音才会传回来，像跟你玩捉迷藏。想去探险，得有专业向导，不然迷路了可能得靠蝙蝠带路。母鲁还有其他明洞，像鹿洞、清水洞，个个都像大自然的地下宫殿，等你来挑战胆量。第10名，吉隆坡火车站。你知道吗？吉隆坡火车站的月台屋顶居然设计成能承受2米厚的雪。啥？马来西亚热到像烤炉，1年到头30度起跳，雪是啥？可以吃吗？这脑洞设计得感谢英国殖民时期。1910年盖这火车站时，建筑师直接套用英国标准，怕雪压垮屋顶，硬是把结构弄得超坚固。这就像在桑拿房里穿羽绒服备战暴风雪，超有预防万一的幽默感。这火车站可是大马的建筑活化石，由英国建筑师 Arthur Benison Hubback 设计，融合了摩尔式和印度风格，尖顶拱门美到像童话城堡。当年它是吉隆坡的交通心脏，火车呼啸来去，载满人潮和梦想。到了1986年，新车站启用，这老站才退居2线，现在主要是 KTM 通勤火车和博物馆用地。不过那防雪屋顶有时真是让人笑到不行。想象火车站顶着烈日，默默想着雪呢？我的雪呢？我准备好了啊。如今虽然被现代化的 KL Central 取代，但这老站的复古魅力和防雪执念还是吸引一堆游客来打卡。想感受这份热带防雪的荒诞没？快去吉隆坡火车站拍张照，感受一下英国人当年的脑补神迹吧。第9名，电梯跳过4楼。你有没有发现，
马来西亚好多大楼的电梯直接没有4楼这选项，按键从3楼跳到3A 或5楼，4这个数字就像隐形了一样。为啥？因为4在中文发音像死，超不吉利。大马人就练就了一身避4神功，直接把不祥的数字踢出局。这迷信传统在大马华人社区尤其强，尤其在吉隆坡、槟城这种华人聚集地，高楼住宅或商业大厦超常见。你走进电梯，看到按键是12333A5，绝对会怀疑自己数学是不是学假的。有些豪宅甚至连14楼、24楼都跳过，改成13A、23B， 迷信功力满点，堪称楼层隐身术。更有趣的是，这习惯不止华人，连马来人、印度人都被传染，全国上下一起防4。想象你住在大马，朋友问你住几楼，你说3A 啦，对方秒懂，还会心一笑，让大马电梯变成文化小剧场，每次按电梯都像在破解密室逃脱。第8名，沙巴蟑螂洞穴。你敢信吗？沙巴山打根的 Gamantang 洞穴号称全世界蟑螂最多的地方，这洞穴湿哒哒又堆满蝙蝠粪便，简直是蟑螂的5星级乐园，数量多到像在开蟑螂嘉年华。走进洞里，地上、墙上、栏杆上全是蟑螂，踩下去咔吱咔吱，感觉像误闯恐怖片片场。这地方绝对是胆小鬼的噩梦，但对冒险家来说超刺激。Gamantang 洞穴在沙巴的 Gamantang 森林保护区，占地3297公顷，分成黑洞和白洞2部分。黑洞对游客开放，走木板不到10分钟就到，里面住着200万只蝙蝠和燕子，粪便堆成3到4米高。这些粪便养出无数蟑螂、甲虫，连蛇和螃蟹都来凑热闹，生态丰富到像大自然的恶心派对。更夸张的是，这洞还是燕窝重镇，当地人在每年的2月到4月和7月到9月爬逐踢采燕窝2次，做成燕窝汤，卖到天价。但采燕窝得跟蟑螂大军共舞，想想就起鸡皮疙瘩。游客想看蝙蝠大逃亡，傍晚6点左右，100万只蝙蝠飞出洞，场面像蝙蝠侠开场，超震撼。去 Gamantang 洞穴记得穿封闭鞋，带手电筒，裤子塞袜子里，免得蟑螂爬上腿。这地方不只考验胆量，还让你见识大自然的蟑螂帝国。想挑战自己？快去沙巴体验这恶心又迷人的冒险吧。第7名，大马公路。你知道吗？马来西亚的高速公路总长65877公里，比地球周长40075公里还长，能绕地球1圈半。这什么概念？就是你开着车从吉隆坡出发，飙到地球另一头，还能多跑半个地球。大马的高速公路系统从1980年代开始大爆发，政府砸重金建了南北大道，全长847公里，从泰国边境到新加坡，贯穿西马半岛。加上东海岸的联邦3号公路约739公里，还有东马的范婆罗州公路，全国公路像蜘蛛网一样，覆盖城市、乡村、热带雨林，连偏远小镇都能轻松开到。想象你开着车，窗外是椰林稻田，偶尔还有猴子路边挥手，感觉像在拍公路电影。更厉害的是，大马公路收费站超先进，很多用电子收费系统 RFID， 第一声就过，省时又方便。不过限速得注意，高速公路是每小时110公里，普通道路70到90公里，开太快小心被罚到钱包哭泣。还有趣的是，大马靠左行驶，跟中国相反，方向盘在右边，开车得适应一下，不然会觉得自己像在玩反向赛车游戏。大马公路还有个隐藏彩蛋，路边休息站超多，也称 2N2， 吃的喝的应有尽有，从椰浆饭到炸香蕉饼，24小时营业，饿了随时停下来开吃，简直是吃货的自驾天堂。有些休息站还有清真寺、游乐场，休息一下还能顺便祈祷或玩滑梯，服务贴心到不行。总之，大马公路不只是路，是冒险、美食、文化的超级连结。下次去大马，租辆车，油门踩下去，感受这绕地球1圈半的豪气吧。第6名，东马西马曾有时差。你敢信吗？以前马来西亚东马、沙巴、沙拉越和西马半岛居然有时差。对了，东马比西马快30分钟。
就像两个兄弟，一个早起半小时去吃早餐，一个还在赖床。这时间差从殖民时期就开始，直到1982年1月1日才统一成马来西亚标准时间 UTC 正8。这冷知识简直是时间旅行版的国家统一大戏。故事得从英国殖民时代说起。西马用的是马来亚标准时间 GMT 正七分30，因为吉隆坡的经度比较靠近 UTC 正七。而东马的沙巴和沙拉越因为地理位置偏东，用的时间是 GMT 正8，硬是快了半小时。想象一下，西马人还在吃午饭，东马人已经开始喝下午茶了。这30分钟的差距让工作、开会、电话沟通超麻烦，感觉像在跟未来人打交道。到了1981年，第4任首相马哈迪看不下去了，说：“这啥鬼时差？国家要团结，时间也得同步了。”于是他推了马来西亚标准时间法，决定让西马在1981年2月31日晚上11时30分，把时钟拨快半小时，直接跳到1982年1月1日0时，正是跟东马时间对齐。这操作超像全国一起玩时间快进，连新加坡都看傻眼，最后也跟着调时间，免得生意往来卡卡的。这波统一不仅让全国协调更顺，还让马来西亚跟香港、珀斯、菲律宾等 UTC 正8国家同步，国际范儿直接拉满。有趣的是，这时间统一让1981年的新年倒数超特别，西马人只数到5、4、3、2、1，然后新年提早到了，整个国家像被施了时间魔法，连庆祝都快了半小时。现在全国都是 UTC 正8，方便到不行，但回想那段时差日子，真的像在看一部时间穿越喜剧。第5名，布城巨型交通圈。你知道吗？布城的 Persiaran Sultan Salahuddin Abdul Aziz Shah 是全世界最大的交通圈，直径3.7公里，绕一圈要3到4分钟。这家伙大到能塞下公园、酒店、皇宫，还有15个出入口，活脱脱是个城市级迷宫。开进去就像玩赛车游戏，错过出口就得再绕一圈，导航都哭喊：“大哥，我晕了，饶了我吧！”这交通圈建在1997年到1999年，命名是为了纪念雪兰莪州的已故苏丹。它环绕着布城的中心地带，里面有 Istana Melawati 皇宫、Putra Perdana 地标、Putrajaya 香格拉5星酒店，还有总理的绿色圆顶办公室和超大清真寺。开着车绕圈，感觉像在拍旅游宣传片，每转个弯就是个景点。这交通圈是椭圆形的，单向行驶，15个出入口，有些还配交通灯，防止你开太嗨撞成一团。连本地人都说，第一次开进去10次有9次迷路。它还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为最大交通圈，甩开其他国家的竞争者，直接变成小弟。第4名，舒邦闪电。雪兰莪州的舒邦是全球闪电最多的城市之一，一年365天里，平均有240天都在噼里啪啦放电。这频率高到像大自然在舒邦开全年无休的雷电迪斯科，雷暴云爱在这扎堆，因为它靠近赤道，湿气重，温度高，简直是闪电的派对总部。幸好雷击事故少，不然出门得人手一根避雷针了。据马来西亚气象局数据，舒邦的雷暴天数曾创纪录，1987年高达362天有闪电，平均一年有262天雷声轰隆，这让舒邦稳坐全马闪电王宝座，全球排名也名列前茅，堪称雷电之都。想象你在舒邦吃着辣死你妈，窗外闪电像 DJ 打灯光秀，轰隆隆配着辣椒酱，超有气氛。不过这雷电可不只带来震撼，还常引发闪电水灾。像2023年11月5日，舒邦 SS14 一间购物中心停车场被淹，直接变成水上乐园。当地人说，闪电一来，雨下的像天破了个洞，排水系统直接举白旗。但别怕，大马人超chill，早已习惯这电闪雷鸣的日常，照样吃喝玩乐不误。想体验这雷电狂欢？去舒邦住几天，晚上看窗外闪电秀，感觉像免费看 IMAX 大片。只是记得带伞，免得被天降大雨淋成落汤鸡。这让舒邦不只是个地名，简直是大自然的电光舞台，等你来嗨。第3名，
亚洲最南端。你知道吗？马来西亚柔佛的 Tanjung Piai 是亚洲大陆的正宗最南端。站在这，你就是全亚洲站的最南的人，感觉像拿了地理界的金牌。这地方在 Johor National Park 占地926公顷，芒果林环绕，风景美到像画。关键是它被吉尼斯认证为亚洲大陆最南点，比新加坡的 Palawan Island 还正宗。想象你站在 Tanjung Piai 风吹着脸，海浪拍岸，旁边立个牌子写亚洲最南，歌最酷。这画面 IG 爆红预定。Tanjung Piai 在1997年列为国家公园，芒果林保护区多到8公里，住着22种芒果树，还有濒危的 Lesser Adjutant Stork 和3种灵长类动物，生态超丰富。它面对马六甲海峡，视野开阔，能看到新加坡的工业区和印尼的 Great Karimun 岛。站在这就像脚踩3国边境，超有世界尽头的 feel。有趣的是 Tanjung Piai 曾被质疑，因为新加坡的 Palawan Island 也号称最南，但它只是个小岛，靠吊桥连到 Sentosa， 严格说不算大陆。所以 Tanjung Piai 稳坐最南宝座，游客络绎不绝，拍照打卡超火。想去的话，记得穿防滑鞋，带瓶水，沿着木栈道走，10分钟就到最南点的地球仪地标，拍张照，感觉自己征服了亚洲。第2名，槟城第2大桥。你知道吗？槟城第2大桥是东南亚最长的跨海大桥，全长24公里，其中16.9公里直接横跨海面。这家伙2014年3月1日通车，连接槟城岛和威省的 Batu Maung 到 Batu Kawan， 开车过去像在海上飞，超爽。这桥造价45亿令吉，耗时6年完工，抗震设计能抵御7级地震，稳到不行。它有4条车道，另加摩托车专用道，槟城人骄傲到飞起，直呼我们的桥最长，谁敢来比？比起第1槟城大桥的13.5公里，第2大桥直接碾压，还甩开其他东南亚国家的桥。有趣的是，这桥不止长，还超聪明，装有高科技监控系统，风速、地震、车流全天候侦测，确保安全。晚上桥面灯光亮起，像条发光巨龙横跨海面。槟城人还昵称它2桥，每天上下班开过去，省时又省心。难怪本地人说，没开过2桥，别说你懂槟城。想体验这东南亚最长桥？去槟城租辆车，从岛上飙到威省，24公里的海景公路，绝对让你爽到喊再来一圈。这不止炫酷，还让槟城旅行多点吹牛资本，快去感受这海上飞龙的霸气吧。第1名，双峰塔。吉隆坡的双峰塔已经是老演员了，他在我的频道介绍好多次，他是马来西亚真正的高空霸主，高达452米，88层楼，稳坐大马最高建筑宝座。但很多人以为421米的吉隆坡塔更高，因为它盖在94米高的 Bukit Nanas 小山上，硬是靠地势偷高。这就像矮个子穿了超厚增高鞋，装模作样说，哎，我比双峰塔高哦。但实际一量，双峰塔直接 KO， 笑傲江湖。双峰塔在1998年落成，由阿根廷建筑师 Cesar Pelli 设计，融合伊斯兰几何美学，外观闪闪发光，像2根钻石柱。它有2栋，中间由41到42楼的空中走廊连接，站在上面俯瞰吉隆坡，感觉像飞在天上。这桥每年开放游客，门票秒杀，拍张照直接 IG 爆红。双峰塔还曾是1999到2004年全球最高楼，直到台北101抢了风头。更有趣的是，双峰塔不只是高，还超聪明。它用16000块玻璃和钢筋打造，抗风抗震，底下还有购物中心 Suria KLCC 和 Petrol Science 科学博物馆，活脱脱是个城市心脏。本地人说，晚上双峰塔亮灯后，像2颗玉米在夜空闪耀，浪漫到不行。想打卡？去 KLCC 公园抬头看塔，嘴巴绝对合不拢。下次去吉隆坡，双峰塔是必访，站在塔下感受452米的震撼，顺便嘲笑吉隆坡塔。嘿，靠山装高没用，真王者是我。这不止炫酷，还让你旅行多点装叉的资本。快去拍张双峰塔的霸气照，称霸朋友圈吧。兄弟，
这15个马来西亚冷知识是不是像大马的辣椒酱，辣得过瘾又让人上瘾？假如喜欢这波冷知识轰炸，记得点赞、分享、订阅，下次我们再挖更多宝藏。有啥想再聊的，随时call我。拜拜啦！